好，接下来在军事面，我们来特别关心的是美军的6代机，难道是抄中国大陆吗？今天特别要来关心到的是 F-47哦，它压抑呢，现在说呢，它要学中国大陆做压抑吗？打脸了西方原本说不该做压抑的这个说法。另外，今天也会关心到的是，包括了歼36、歼50神速的在迭代，美国方面被甩开10年了，还在画 PPT， 怎么回事？今天就这些议题一起来做关心。好，大家还记得吗？当时呢，大约在10年前歼20首次公开的时候，西方媒体就在笑这个中国大陆的歼20，他说呢，你有这个压抑啊，就是一个最大的错误。好，这边等一下张将军会特别来帮我们解说这个是什么意思，为什么是错误的一个设计呢？理由很简单，他说呢，有这压抑等于是你会破坏了你的逆中功能，增加了雷达反射的面积，所以他说呢，你中国大陆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5代机的设计。结果没想到我们来看到最新 F-47出来了，是第6代的战机曝光了，竟然说接下来会使用压抑的设计，等于是倒过来要学中国大陆吗？是怎么回事呢？未来中美6代机设计谁更加符合下一代的空战趋势？张将军怎么看？我认为压抑啊，当初美国的坐飞机的工程师有讲的说压抑是累赘，你甚至说压抑是垃圾。那我认为不是，因为按照这个气动力学啊，你这个压，我们平常是后面的有水平尾，但是后面水平尾啊会受到前面机翼的干扰，你这个气流是从机翼下来到后面的水平尾，所以但是你把它放在前面，你就不能压抑。那这个压抑呢，它这个按照这个例句来看的话，它会比较灵活，它是为了灵活，所以有个压抑，有个小翅膀，它就比较灵活。那现在美国这 F-47设计啊，也听说要有压抑了。那有压抑，我认为对这个逆中的这一方面呢、啊，我认为可以，它有涂料，它这个压抑也不大，跟主面积来，主翼面积才大，它的反射你涂料才要多啊，但压抑不大，但是它问题可以让它飞机的灵敏度哦更灵活。因为我们飞机要看到2个中心，第一个是飞机的重心，任何东西都有重心，抓重心刚好中间就把它通拎起来。另外一个是空气动力中心，不一样，这2个会形成一个力矩力臂，就造成飞机的俯仰还有滚转，这个就是很重要，就是空气动力中心跟飞机的重心越近越灵敏，但是有时候也不能太近，太近的话造成飞机有时候会失控，太灵敏了没办法，太远笨重，飞机好笨重哦。那你太远了，会造成这。我说为什么叫4两拨千斤？因为就是这个力矩跟力臂的问题。那个美国，我认为它慢慢会向中国大陆挑战第一个双发动机。你看歼20、歼16这个包含这个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枭龙战机，除了歼10是单发动机之外，其他都是双发动机啊。为什么？安全。所以美国可能在 F-47双发动机，为什么？美国 F-16出发动机，出事情。美国 F-35单发动机，你也常常，哎呦，怎么常常出事情呢？单发动机啊，你一个发动机有问题，那飞机就没有升力了，没有推力了嘛，是这样。第二个，中国大陆可能在发动机上面呢，已经逼近到美国的角度，因为比如说它现在的要换涡闪15，从涡闪10换到涡闪15，推力出来了，已经到了3万磅。那换句话说，已经逼近美国的这方面的标准，这是冶金技术。因为在这个发动机哦，大概1500公斤到1700公斤，但是它产生的3万磅将近是15公吨，3万磅就是大概是就15000公斤啊，你大概2磅算1公斤嘛，就是15万。所以它的这个本效比，就是我这个推重比，推力跟它的重量比，将来已经到达9多了，就是9倍。是我的推力是我发动机的9倍，所以中国大陆已经逼近了美国的水准，最先进的。所以它为什么？我说它为什么要从涡闪10换到涡闪15，就是换推力更大，将来载油还有载弹量更多，航程更远，是因为这个样。所以发动机的这方面的技术，中国大陆如果美国再不超前，美国再不保持领先，我看在这过几年，中国大陆可能在发动机的技术可能会超越美国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看到它的这个中国大陆的战机哦，不断的精进自己在这各方面的技术。那另外一方面，可是呢，美国媒体报道说，最新说中美
个国家的6代战机，他们差距达到10年，这个说法成立吗？等一下，请厉将军也来帮我们看。我们先来看到目前就6代机的发展，中国大陆的歼36来对上 F47，到底现在各自的发展速度如何？先来看中国大陆的歼36，好，在2024年它有2款，2025年它有第3款出现了，然后很快的2026年呢，它的歼36的原型机就已经开始曝光它的编队了，然后开始做测试，这个高频率的测试。再来看到美国方面 ，F47呢，它预计最快2028年首飞。然后呢，发动机可能要延后到2030年初，这是我们得到的这个最新的一些数字哦。那波音公司也秀出的影片，被美国网友笑说，这比较像是生成动画，不像是一个战机哦。军事网站，这个是美国的军事网站《军事观察》杂志断言，解放军预计2030年就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装备6代战机的军队，但是美军会落后10年，到2040年才可能完成。这个说法。厉将军如何看？确实是如此哈，这不是说这个随便乱讲的，而是要有依据才能说出为什么解放军在2030年的时候，它6代机就可以成军。那我们要先看这个以解放军上一代的不是这个之前的歼20，它整个成军的速度，从一架飞机从研发哈到最后成军，歼20是在2011年的时候首飞。那时候首飞哈，那它首飞之后，它要经过几次的试飞、修改啊、造型啊、试飞。那等到多种每种造型我都这个修改过以后，造型我都每一个都来飞。那时候用了多少时间呢？用了2年多的时间才完成试飞哈。所有原型机多形式的原型机在试飞，试飞完以后6年之后成军哈。这是歼20。那我们现在来比照这个解放军现在不管是歼36或者是歼50。那现在我们讲歼36好了，它在2024年12月26号第一架原型机公开试飞，到现在为止14个月，它已经是第4架原型机试飞。这个它有做第1架出来跟第2架有做部分的修改，一直到第4架都有做很多的修改，譬如说。它中间修改哪些？比如说进气道哈，我修改我的进气道，让它隐身性更好。然后第2个喷嘴来讲的话，改成2元向量的喷嘴，让它可以有更高的动力。如果说打完仗以后可以更快，可以脱离战场速度。第3个，我们知道它轮子有做排列嘛，原来是2排并排的，改成前后并排的轮子排列。那最后它襟翼现在新款的第4代出来的话，我们看到它的襟翼风系比较大，也就是它的机动性会比较好，当然或许隐身性会稍微差一点，因为所有飞机制造本来就是在各种的要求之中取得一个妥协啊。你就像是我们刚刚讲的襟翼来讲，可以当操控性、机动性会比较好，但是对于隐身性就会比较差，因为你在前面那么大一片，对不对？这个雷达反射面积就很大。那如果说这个歼36，它总共只用了14个月，已经第4代出来了，尤其是最新这个。歼50来讲的话，我今天看到一个最新的歼50在试飞的影像，他在做什么动作呢？他在做放油的动作。我想是张将军就知道，新的飞机你测试一定是一定要做放油这个动作，也就是说我飞到天上去，万一我需要迫降或干嘛，我要将我肚子里面的油放掉，我才能够继续再飞嘛。所以他连这个动作歼50已经在做了。那昨天我看到歼36还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影像是什么？他带着歼20还有2架攻击21一起在飞。所以它已经不是单架飞机在飞了，它已经是整个机队，整个第6代的机队，包括无人机，包括有人机，包括到5代机一起在做试飞。所以大家依据这个速度来估计来讲的话，它在2030年成军的可能性是很大。但是反观美国到现在 F47只看到他嘴巴在那边讲，可是事实上我没有看到任何一架原型机在试飞。如果按照这种速度，真的是要成军的话，我觉得2040年真的是都还打上一个问号。好，这个是这个美国媒体给的数据2030年最快中国大陆的6代机可以成军。那我们刚刚也看到嘛，1年之内中国大陆可以推出多款的它的这个6代战机，其实跟这背后的工业能力也有关系。不管是掌握这当中的供应链啊，或者是发动机啊、材料、量产能力，其实都有关系的。那同时间，美国还是不断的在等它的发动机哦，这时间上面就可以看出效率的不一样了。汉庭怎么看？不觉得很感动吗？不过也就是在80年前、70年前，我们对日抗战的时候，外国人的飞机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说炸就炸，炸完就跑。现在外国的飞机还敢过来吗？
过不来了。美国的6代机项目官方名称呢，是这个 NGAD NGAD。那原本的剧本呢是2024年要签约，2030年初代要服役啊，单价撑死要在2亿以内。那结果现实啪啪打脸，一个字。贵啊，而且不是贵一点，好贵，一架可能要3亿美元啊！而且呢，整个项目算下来会成为一个吞金巨兽。那同时你又还有别的项目也花钱，所以在2024年8月，空军部长直接说：“哎，我们暂停啊，再重新研究，因为呢我们造不起啊，而且也不知道造出来能不能打赢啊，所以先等等。”那有趣的呢是其他的，是说美国啊，它军火商的制度就注定让它快不起来。因为它有一个成本加成本，是一个合法拖延赚钱的制度。因为它用的是如果我按时交货，那我的利润是固定的。那如果我交货拖5年，我可以多报这5年的人力、场地、管理费用，我还可以动不动就找国会哭穷，说啊我通货膨胀啊要补贴啊，总利润反而可以更高。所以 F-35就是铁证啊，本来呢是2010年就要全面服役，硬生生拖到了2020年啊，还没有去整理完毕啊，哇还在生产呢，而且总成本从当初的一架2000亿涨到了1.7兆，那落马呢从头赚到尾，所以 NGAD 也完美继承了这个基因。那我如果快速研发、准时交货，我就赔钱呢，我没钱赚了，那我就跟你拖，越拖越久，干嘛呢？我每年都可以额外的成本都来跟政府报，反正政府全部都会给。而且这一次美国的6代战机啊，给波音而不是给洛马，也不是靠着技术，美国的这个国家期刊就直接说，完全是因为政治跟产业的因素，觉得如果继续给洛马公司的话，担心它一家独大。